Hello， 大家！就在今天呢，苹果开放了 iOS 17正式版给大家下载。那这一次支援的机型包含有 iPhone SE 第二代、iPhone XR、XS 以及之后的机型。那这次淘汰的机型有3款哦，就是 iPhone 8、iPhone 8 Plus 以及 iPhone X。那为了迎接 iPhone 15的到来呢，这一次 iOS 17也新增了许多的功能。我们今天呢，一一来看一下这一次所有的更新包含有哪些吧。首先要来介绍的是 iOS 全新的待机模式，它就有点像是页中的一个功能哦，可以当成时钟啊、放小工具或者是照片。那这个待机模式呢，有2个条件才会触发哦。第一个是要充着电，第二个呢是要横摆而且要垂直放哦。手机如果是平躺的话，也不会触发这个模式。那在这个待机模式呢，你左右滑动，它会有3款不同的页钟可以选择。那在不同的时钟样式里面，你还可以自定更多不同的功能，例如说你上下滑动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时钟样式或者是小工具。那你长按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编辑说它要出现的小工具有哪一些。那如果你想要新增的话呢，就可以按左上角这个加号。那目前支援的功能都是苹果内建的 App， 就是可能之后第三方的 App 也会开始支援这个功能这样子。那再来往右滑，这个是相簿的功能哦，就是它可以随机播放你相簿里面的某一张相片，那它是会自己切换的。那你就可以点进去，然后去选相簿。那再来最右边这个就是一个蛮简约的数字的时钟，然后你也可以去选不同的样式，就是它没有小工具的功能，它就是纯粹的时钟而已。那每一款时钟它的右下角都会有这个小小的圆圈，你点进去就可以设定更多的颜色，这样子就还蛮可爱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设定这个待机模式哦。首先呢，我们先进到设定，然后稍微往下滑，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待机模式，点进去。那这边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待机模式的开关，下面呢还有一个永远开启，只有14 Pro 系列还有15 Pro 系列会有这个选项。然后另外再下一个呢，这个夜间模式是什么东西呢？那这个夜间模式呢，就是它会以红色调显示画面哦，就是会看得比较清楚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想要启用这个功能的话呢，就是可以买一个磁吸充电的这种脚架，它就可以在晚上变成一个夜钟这样子。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互动式小工具，就是过去我们在桌面上不是可以放入这种小工具吗？那现在新增了这个互动式的功能哦。互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按一些按钮，然后不用进到这个 App 也可以执行功能。例如说现在画面上面这个音乐的小工具呢，你就是可以直接开始点击播放，那它就是不会跳进 App 里面这样子。那至于这个界面要呈现哪些歌曲呢？你可以点进小工具里面去看它有哪一些选项。例如说我们找到音乐，那你后面往后滑，你可以看到例如说它可以选择你最近播放的歌曲啊，或者是一些榜单上面的内容。例如说我们加入这个榜单，然后你再点下去，你就可以进去选说你要选哪一个地区的榜单，这样子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呢，你开始播放之后，你的这个小工具的界面也会跟着它封面专辑变颜色哦。不过目前互动式小工具支援的 App 还不多哦，就是希望之后呢有更多 App 支援这个功能。那再来下一个小工具要讲到的是照片的小工具哦。现在呢，你往后滑就会看到这个相簿的选项，我们点下去，加入桌面之后呢，你再点一下，你就可以去选择特定的相簿，让它随机切换，然后播放照片这样子。然后你直接点击这个小工具，它也可以直接打开相簿这样子。那我们感谢今天的影片赞助商犀牛盾。今天呢，我们就来开箱犀牛盾 iPhone 15系列的手机壳。犀牛盾为新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防护，官网也已经开放购买咯。上次的挂绳系列大家还蛮喜欢的，今天呢就一起来分享我手机的搭配跟详细的开箱介绍。Modern X 边框背盖两用壳，高度变换性的模组化设计，自由切换边框壳跟背盖壳，不仅可以选择搭配独家设计联名背板，也可以拿掉背板换成纯边框模式哦。Solid 一体成型雾面质感的手机壳，上一支挂绳影片搭配的都是 Solid 系列，我自己呢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设计跟手感，无论是素面的款式还是独家设计联名款式，都非常适合搭配同色系的挂绳互相呼应。挂绳真的是不论出游或是运动携带都非常的方便。Clear 透明手机壳提供了5年不变黄的保护服务，皆有超越军规的防摔认证，镜头加高，边框高于荧幕。上述3个系列呢，皆有推出 MagSafe 兼容版手机壳，推荐大家加入磁吸大家族，一起享受磁吸的方便性。除了 MagSafe 手机壳之外呢，犀牛盾还有一系列的 MagSafe 配件，像是我手上的手机支架固架 Max， 最近推出全新的镜面设计，吸在手机上帮你拯救小拇指。全新的镜面设计好看又方便，女生随时补妆用超赞。今天也推出全新的 MagSafe 配件，这个磁吸水壶 Aqua Stand， 健身运动、拍照、录影、追剧、直播的时候呢，都可以使用的手机支架。水壶手把支架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调整成不同的角度，直摆或横放。搭配犀牛盾的 MagSafe 手机壳使用，拥有2倍磁吸力，精准对位，吸附稳固，不用担心掉落或是位移。我平常出门呢，也会有携带水壶的习惯。现在除了减速环保之外呢，使用磁吸水壶独自在外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当成追剧或者是拍照用的随身脚架。健身的时候也超级方
方便的，将手机轻松立起，边看影片边使用。目前呢有推出2款，长效保温8小时的不锈钢款，冷热饮皆可使用；轻量好携带的 Triton 款，方便随身携带，适合常常从事户外运动的人。即通过食品级认证无毒，附赠可拆式吸管，也有矽胶圈防漏，出门时可以手提或放包包里面。现在购买磁吸水壶 Aqua Stand 搭配 MagSafe 兼容手机壳，官网结账页面即享手机壳最低3.5折，限量组合优惠哦。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相簿的新功能，就是现在呢你的宠物也可以被辨识出来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在相簿的这个选项里面不是会依照人物去分类吗？那现在呢你的宠物也可以有自己的个人档案了。比如说我的猫，它就会自己去抓说这些都是同一只宠物的相貌。那当然不同只宠物呢，它就会有自己不同的类别会出现在这边这样子。还有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呢，你这边还可以帮它加入姓名哦，就是这边你就可以帮它命个名这样子。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新功能呢，就是 AirDrop。现在 AirDrop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可以让你跟第一次认识的朋友快速的交换联络方法。那使用的方法呢，就是2只手机头靠着头。它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动画出现，然后这个时候它上面有一个通知，那你点开来就可以直接把对方加入联络人哦，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分享你的联络资讯。那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Safari 的新功能。那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分页界面现在有改变哦，大家看到左边这个是 iOS 17嘛，那我分页往上滑，你会看到这边多了一栏哦。我们开旧版的给大家看，这个是 iOS 16，然后你会发现像是标签页这边呢，现在往右滑就可以直接进到私密浏览。那这个私密浏览蛮特别的，就是现在它是上锁的，它一定要用 Face ID 或是密码锁解锁，你才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因为原本 iOS 16它的私密浏览是任何人拿到你的手机都可以进去看，那这样子上锁呢，就可以避免一些尴尬的情况发生。那还有另外一个新功能呢，就是大家看到下面这边多出了一个头像，有没有？我们点下去。它这边会出现一个主题类别，这是这一次的新功能哦。那这个功能呢，可以让你快速的切换像是工作啊或是生活的网页。那我觉得这个功能有点像是电脑切换使用者的概念哦。例如说你的历史记录啊、cookie 啊、延伸功能或是标签页群组跟喜好项目，全部都会切换成另外一套。这个部分我想要稍微提到去年新增的标签页群组这个功能。那我个人在手机上面是不太会使用标签页群组这个功能的，但是我觉得在电脑上面非常好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类别新功能可能在电脑上面比较行得通。然后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提到的是密码，现在可以跟别人分享了。大家应该多少都会使用 iPhone 上面自动记住密码的这个功能吧？那这个功能呢，要在设定里面查询，到设定里面有一个密码，点进去。那进到密码之后呢，你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个栏位哦。那这些栏位呢叫做群组，这个群组呢就是可以把你想要分享密码的人加进去。例如说你工作上面的同事啊，或者是你生活上面可能家庭有共享一些账号之类的话呢，你就可以分别把他们加到不同的群组里面。那如果你要新增群组的话呢，就是按右上角的加号，这边就有一个新增共享群组，然后你就可以编辑名称啊，然后加入联络人。那注意一下，要分享密码，就是它一定要是你的联络人哦。那新增完群组之后呢，你就可以到下面这边去找你要分享的密码。那例如说我要分享这个密码好了，我就点进去，然后你就可以在群组这边选择你要分享的群组，然后把它改成你要分享的那个类别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功能是蛮适合，例如说家庭共享账号，或者是工作上有要共用账号等等的需求。然后再来下一个 Safari 的新功能呢，就是自动填 email 的验证码。就是之前如果我们的验证码是用简讯接收的话呢， iPhone 不是有的时候会自动跳出简讯码吗？就是你不用打开简讯，你也可以直接填入这个验证码。那现在 email 也可以这样子做了，就是你收到验证码的 email， 它会自动把验证码像是讯息那样子显示在这边哦。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AirPods 的新功能。这一次呢 AirPods Pro 在 iOS 17上面新增了适应性音讯的新功能哦。我们打开设定，那我们去找到这边有一个 AirPods Pro。里面你会发现呢，除了一般的通透还有降噪之外，中间多了一个适应性模式。那除了这边可以看到适应性模式之外呢，你平常在控制中心长按你的耳机这边的噪音控制点下去，你也会看到适应性模式。那这个适应性模式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会自动去切换通透跟降噪。那我自己有测试过这个适应性模式，在台湾的室外绝对不可以把这个模式打开，就还蛮危险的。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例如说我们这边往下滑，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音讯，有没有？例如说它会自动侦测你周遭环境的噪音音量，然后去调整你的音乐大小，或者是说它侦测到你现在开始讲话的话，它会自动降低音乐的音量，或者你旁边出现很大声的音量，它会自动帮你消除。那除了这个 AirPods Pro 第2代独有的功能之外呢，这一次全系列的 AirPods 都有新增一个通话静音的功能，就是当你今天在讲电话的时候呢，你只要按一下耳柄，它就自动将麦克风静音还有解除静音，感觉是还蛮方便的。好，那下一个我们要讲
讲的是辅助使用的长辈模式。这个功能呢，其实是把 App 还有功能简化到有老化的长辈或是小孩也可以很容易的上手哦。那例如说，你今天点进一个 App 里面，你会看到它的界面非常的简单，而且一目了然。它基本上就只剩下一个功能，就是点进去看讯息，然后回讯息，或者是你的相机里面只剩下一个拍照键，或者是通话簿里面就是只有打电话的这个功能，就是还蛮适合长辈跟小孩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进到这个模式哦。首先我们进到设定，往下滑去找到辅助使用，里面滑到最下面，倒数第4个是自定辅助取用，点进去。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排 App， 如果你想要新增 App 的话呢，你就是点下面这个管理 App，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加一些你觉得对方用得到的 App。那我觉得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你每一次新增 App， 它都会要求很多的权限，就有一点复杂。那全部加完之后，我们回到上一页，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按最上面的开始自定辅助取用。那这边它会让你设定一个密码，为的就是避免对方不小心跳出那个模式哦，等于是一个安全码的概念。好，那它上面呢就是写说你可以按3下这侧边按钮来结束这个模式，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结束自定辅助取用，然后输入你刚才的安全码，它就会跳出那个模式了。要稍微注意一下呢，目前是只有原生的 App 他们会对这个模式进行优化。如果你今天有一只淘汰的 iPhone 用不到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设定成这个模式，然后可能给你家中的长辈使用。而且毕竟如果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苹果生态圈的话，要传照片什么的也还是比较方便。然后另外呢，在辅助使用里面，这一次还新增了即时语音，就是当我们按3下这个侧边按钮呢，它这边会出现一个即时语音，它这边会让你输入你想要讲的话，它就会直接把你打的字转成语音哦。我在测试新功能。大概是这种感觉。那这个功能呢，你可以用在例如说讲电话、FaceTime 或者是面对面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新功能呢，就是备忘录里面现在可以直接显示还有编辑 PDF 了。例如说我们现在新增了一个 PDF 到我们的备忘录，它就会像这样子呈现哦。然后你按右上角这个按键呢，它就会显示不同的分页，然后你也可以去插入不同的页面啊，或者是你要做旋转之类的编辑，也可以在这边直接操作，或者是你要直接扫描，也可以在这边扫描哦。那比如说你今天要直接在这个 PDF 加上签名啊，或者是盖章等等的，你就可以在这边加入签名或者是贴图哦。那如果是扫描的那种印章图片的话呢，你就是可以按这个加入贴图。那这个贴图呢，是这一次 iOS 17才新增的一个新功能哦。我们等一下我会教大家如何新增贴图。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简讯 App， 也就是 iMessage。首先我们要讲到对话视窗，它的界面是有改变的。现在所有的功能都收到了这个加号选单里面哦。例如说你要传照片、拍照等等的，或者传送贴图之类的，现在都是在这个表单里面。比较值得提到的是这个贴图的新功能哦。然后你会发现贴图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类别，它里面包含像是有新的原框贴图啊、emoji 啊，或者是 Animoji。那其中呢，新的功能叫做原框贴图，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先点进来，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直接用 iPhone 里面的照片来无痛制作贴图哦。例如说，我们按这个加号。这当中呢，你可以选普通的照片，或者是会动的原框图片。那如果是原框图片的话呢，你出来的贴纸也是会动的。例如说，选一张原框图片，然后它里面就会自动去背，也就是说它最后的贴纸只会剩下这只猫猫这样子。那如果你希望把原框图片转成静止图片的话呢，你就可以按右上角的原框图片。把它关起来之后，它就变成一张不会动的贴纸，这样子一张贴纸就新增完成了。然后你会发现它上面出现了一个表格哦，你可以调整它的排列或是加入效果。那这个效果就是例如说外框啊，或者是闪亮亮等等的一些效果。还有呢，就是这些贴图会同步到你的 iCloud 账号。例如说你在 iPhone 上面新增，那你的 iPad 或者是 Mac 如果是登入一样的账号，就一样都可以使用这些贴图。文件、email 跟截图上面都是可以加上这些贴纸的。那除了贴图之外呢，在 Memoji 的部分。这次也有新增3款表情哦，大家看到这一行分别是光环、冷笑还有偷看，这3个是新的 Memoji 这样子。然后再来下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分享位置的新功能，就是你可以在 iMessage 里面分享你的位置，或是要求朋友分享他的位置。那它一样是在这个选单当中，你会看到这个位置的选项，我们就点下去。这边你就可以选择你要求还是分享哦。例如说他现在跟我要求了嘛，那我就按分享。这边我就可以选择说我要分享多久，例如说1个小时呢，还是当天，或者是一直分享下去。那对方就是可以一直看到我在哪里这样子。那你们也可以互相分享，就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哪里。那再来下一个类似的功能叫做平安通报，它一样在这个选单里面，下面有一个更多
这边就有一个平安通报，快速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想要让亲朋好友放心自己的安危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它这个功能呢有2种设定的方法，第一种是设定目的地，然后第2种是设定时间。这2种呢都是在你没有抵达目的地或者是计时器到了的时候，它会传送一个通知到你的手机上面，然后如果你15分钟内都没有回应这个通知的话呢，它才会把你现在的位置给对方看。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现在传一个平安通报给我妈，然后呢我设定目的地在我家，但如果我偏离了回家的轨道的话呢，我的手机就会跳出一个通知说平安通报需不需要延长时间啊，或者是你要不要关闭这个平安通报。那假设我完全没有回应的话呢，它就会让我妈知道我现在在哪里。那当然对方也是要拿着 iOS 17的 iPhone 手机哦。然后除了可以看到位置之外，它也可以看到我的手机是多久之前解锁，或者它的电量现在是多少。那更进阶一点，它甚至可以让对方看到说我去过哪些地方。然后我自己实际测试过这个功能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反应的话呢，它15分钟内会一直发出刺耳的声音，让你注意它。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功能不是要防绑架之类的嘛，那这样子坏人不就听到了？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个功能就是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有安全上的疑虑，或者是你要去治安没那么好的国家，甚至是跟陌生人见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传一个给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就是真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他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到你的位置这样子。再来下一个 iMessage 新功能就是语音讯息转录，就是我们不是很常会发送语音讯息嘛，就是你懒得打字的时候，那现在它会直接把语音讯息里面的内容转成文字。例如说我现在录个音，然后来传送讯息，那大家会发现在我的音档下面就会直接出现文字哦，就是对方完全不用播放这个音档，他也知道你里面在讲什么。然后再来下一个新功能就是它可以直接右滑回复哦，就是对方传送讯息，你要直接回复那一则留言的话呢，你就是可以往右滑，它就会直接进到回复的模式。当然这个功能可能别的软体早就有了。然后下一个要提到新功能就是简讯验证码自动删除的功能，因为我们之前不是都会很常用到自动填写的功能嘛，那一则简讯就是停留在你的收件箱。那今天这个新功能就是当你使用完这个验证码之后呢，它会自动删除那一则简讯。那你今天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画面问你要不要启用这个功能哦。那你启用之后呢，你以后自动填写验证码，它就会自动帮你删除那封简讯。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是 FaceTime 的影音或语音留言，就当你今天打给对方，然后对方没有回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留下影片或者是语音的讯息。例如说画面上面这边就是对方没有回应嘛，那我就可以直接按录影，它就会留一段影片给对方。然后下一个呢是视讯特效，就是你今天在 FaceTime 的时候比爱心啊，或是比赞的话，都会有一个什么烟火特效或是爱心的特效等等，或者是你长按自己的画面的话呢，就会有特效可以选择。然后再来下一个要讲到的新功能呢，就是电话的联络人海报功能。那这个联络人海报呢，就是可以让你自定你在拨打电话的时候看到彼此的照片界面。那它讲白一点呢，就是比较大张的大头贴，还有就是你可以选你自己的名字的字样。那要编辑你的联络人海报呢，你就是到联络人这边，那你就会看到你的头像嘛，你就点进去，这边你就可以按右上角的编辑，这边你就可以新增不同的海报。那点进来呢，你就可以选择，例如说你要新增照片，还是 Memoji 啊，还是单纯的颜色。然后你编辑完自己的档案之后呢，这边你就可以选择说你要跟谁分享你的联络人海报，点进去，然后这边就可以选择不同的选项，例如说要每次都先问过你啊之类的。那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音乐 App 的新功能。那这次呢新增了一个同播共享的功能，可以让车子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控制还有播放 Apple Music。不过这个部分可能是要连接 CarPlay 才可以有。那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个淡入淡出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要进到设定里面，我们去找到音乐里面往下滑，这边有一个淡入淡出的开关。那打开之后呢，它下面可以让你去选秒数，你就可以继续控制说它淡入淡出的速度要快还是慢这样子。那再来下一个要讲到的是 AirPlay 的新功能，就是这次 AirPlay 呢，它会依照你的使用习惯去排列你的 AirPlay 装置。那例如说你今天非常常用到的 AirPlay 装置呢，它也会直接自动连线。那另外呢，如果是第一次配对的话呢，系统也会主动通知你附近可以使用的 AirPlay 装置，让你非常快速的连线哦。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苹果内建的地图 App， 这次呢新增了离线地图的功能。就例如说你今天要出旅游啊，然后你担心可能临时没有网络或行动网络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先把地图下载下来哦。那要怎么下载呢？首先我们先点到自己的头像里面，在头像这边就有一个离线地图，这边有一个下载新地图，
这边你就可以去搜寻你想要下载的地点。那例如说我选择新竹市好了，这边呢你就可以去框说你想要下载的范围多大。那选择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按下载，它就会出现在这上面。那下一次你要取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那另外呢，这一次针对电动车的路线，它也会提供有充电桩的即时路线哦。只是这个部分呢，你要先在 CarPlay 或者是你的电动车 App 先连接这个地图的 App， 它才可以抓到你车子的型号，还有你可以用的充电桩。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健康 App。现在人呢压力非常大，所以 iOS 呢也顺势推出了心理健康的功能。例如说，现在大家看到呢，在浏览这边就有一个心理安康的选项，它其实就是一个测量你心理状态的功能。它这边会把所有跟你心理健康相关的指数都列出来。它其实最主要新增的就是这个心理状态的功能哦。我们点进去，然后呢右上角有一个记录，我们就可以开始记录我们今天的心情。那这边呢就可以选说你想要记录你现在的心情，或者是你一整天的心情。这边呢它就有一个横杆，会让你去选择说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它就会用不同的水波纹来呈现哦，非常的疗愈。然后再下一步呢，它会让你去选择你会有这样子心情的原因，然后这边你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写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就记录完成了。那记录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按右上角的阅历。这边它就会显示全部你曾经记录过的内容，或者是你今天有要去就医等等的，你这边的资料也可以拿出来参考。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强制保持萤幕距离的新功能哦。那除了心理健康之外呢，过度滑手机也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病之一。那为了要避免看手机的距离过近呢，现在有一个功能可以强制保持你眼睛跟手机的距离。这个功能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进到设定，那我们就找到这个萤幕使用时间，这边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萤幕距离，点进去。这边你就可以把它打开。那这样子打开之后呢，假设我的脸跟我的萤幕距离非常非常近，就会跳出这个画面，而且这个画面非常强势哦。如果你今天手机没有移到一个适当距离，然后它不会让你点下面的这个按钮，所以你要让它知道说你的脸现在离很远，它才会让你去点下面这个按钮。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功能，只是如果你今天很紧急，然后你手机拿特别近，就会有一点烦。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是隐私权的新功能，就是我们进到设定，然后找到隐私权这边，点进去，然后往下滑到最下面呢，这边新增了一个敏感性内容警告，就是它可以防止讯息啊、AirDrop、电话或是联络人海报里面有不 OK 的内容，就是这些东西呢，其实它都会先扫一遍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类似的功能叫做通讯安全哦，那这个通讯安全会在萤幕使用时间里面滑到下面有一个通讯安全，这边就可以打开哦。那通讯安全呢，它其实是一样的功能，只是它针对的是小孩哦。就是今天它侦测到如果有儿童他想要在讯息啊或是电话里面传送一些不 OK 的内容的话呢，它就会跳出警告，但是就只是警告而已，它没有办法强制说绝对不能看或是绝对不能传送。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还要提到的功能是无边际新增了一些笔刷哦。然后大家看到下面的笔刷里面呢，就有新增不同的笔刷，例如说水彩笔，它就会是一个还蛮疗愈的质地，然后它两个颜色交叠的时候，它就会混色这样子，所以就还蛮好玩的。然后除了水彩之外呢，还有像是钢笔啊或是尺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新功能在表面上面看不到的，就是车祸侦测最佳化哦。不过这个部分只有 iPhone 14全系列才有改进，就是它对于车祸侦测会更加的敏感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 iOS 14新功能就差不多讲解到这边。其实这次新增的功能还蛮多的，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哦，因为有些功能要陆续的加进来，像是之后苹果他们还会推出一款新的内建 App， 就是日记 App， 所以就是还蛮期待之后他们的更新的。那影片的最后呢，记得要分享这部影片给你周遭也是拿 iPhone 的朋友。另外呢，一些比较生活化内容都会放在 Instagram 或者去追踪。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